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就在8月20号，中国商业史上最狂的许家印终于迎来了属于他的终极裁决。从当年身家2900亿的中国首富，到如今被判无期徒刑的阶下囚，许家印用整整9年的时间，给咱们上演了一出什么叫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那今天呢，咱们就把这一场牵扯2.4万亿的惊天大料跟大家聊一聊。法院公开宣判对恒大集团数罪并罚，直接判处罚金88.2亿元，恒大地产判处罚金70亿元。那至于许家印本人呢，8罪并罚，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而且呢，违法所得继续追缴，退赔不足的部分继续责令你们这帮责任方去追偿。这就意味着这位许老板在他商业运作里没有一个环节是干净的，全是违法的呀！这真是从头烂到尾啊！而且呢，今天这身囚服可不是许家印一个人穿啊，深圳法院和南山区法院同时宣判，包括许家印2个儿子在内的56名恒大核心高管全部被判刑，刑期从18年到1年10个月不等。好家伙呀，整个恒大高层背锅端了呀！昔日里这帮人是个什么做派呢？西装革履啊，出门豪车开道，前呼后拥的。今天呢，集体排着队去踩缝纫机了。这就是典型的天道好轮回啊！哎，不知道许老板和儿子们在号子里相遇，这顿父子局的牢饭吃的香不香啊？2017年的胡润百富榜，各位还记得吗？那一年，许家印以2900亿元人民币的泼天富贵，第一次坐上了中国首富的宝座。那个时候的许家印和他的恒大风光到了什么地步啊？那真的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啊！半年时间财富暴增了2000亿啊！恒大的总资产对外号称是达到了1.5万亿，年销售额都突破了5000亿。许家印走到哪那都是全场起立鼓掌啊！笑得脸上的褶子都像是在发光。那个时候呢，许家印觉得房地产这池子水太浅啦，容不下他这条真龙啦。于是呢，恒大几乎把市面上能做的生意全都给包圆了。地产不够玩，咱们搞恒大金融，搞恒大冰泉，搞恒大旅游，搞健康，甚至后来拍脑门说要造车，还搞了个恒大新能源汽车。这连个轮子都没造出来，市值硬生生炒到了几千亿啊！后来呢，又整出了个什么恒大物业房车保，反正就是一句话凡是能跟高大上扯上关系的，能圈到钱的，许老板都要插一杠子。你以为这就完啦？更离谱的是他在恒大内部搞的那套排场，那根本不是什么现代企业管理那是近乎病态的帝王式管理啊！大家都在网上刷到过那个什么恒大歌舞团吧，名动天下呀！那公司养着一帮年轻漂亮的女演员，平时不用干别的就是给许老板和他的贵客们跳舞助兴的。许老板出差的接待标准比国宾还要夸张，住喜来登酒店必须提前清场，他还跑去买下广州恒大足球队出高价拉拢外籍球星，用天价奖金硬生生砸出个亚冠冠军，把自己包装成了中国足球的救世主。可是那个时候有几个人能看清这花团锦簇的背后，钱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大家只看到了蹭蹭往上涨的销售额，看到他囤的一块块地皮，看到了排行榜上刺眼的名次，看到了首富那不可一世的笑容。殊不知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商业奇迹这就是一个用漫天谎言吹起来的巨大肥皂泡。这次法院的判决和证监会的调查，终于把恒大当年风光背后这口烂锅彻底给掀开了。深圳中院查明，从2016年到2021年，许家印作为实控人，全面管理恒大集团、恒大地产、恒大财富等核心企业。他干了一件什么事儿？持续大规模的财务造假，虚增资产，隐瞒负债。证监会公布的那组数据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真是倒吸了一口凉气我给大家念一念2019年恒大地产造假，虚增营业收入2139.89亿元，虚增利润407.22亿元。2020年更加疯狂，
胆大包天了，虚增收入3501.57亿元，虚增利润512.89亿元。咱把这2年加起来算算账，2年的时间，虚增收入超过了5641.46亿元啊，虚增利润超过了920.11亿元，5641亿啊，这是什么概念啊？很多世界500强的企业人家全场上下10几万人吭哧吭哧干1年，真实的营业收入都没这个数呀。许家印是怎么干的？人家是用电脑上的 Excel 表格玩神仙画画呢。什么叫提前确认收入啊？我用大白话说比如说我今天开了一个包子铺，我这个面粉还没买，蒸笼还没有架起来，我只是先收了你10块钱的包子预购款。结果呢，我转头就在账本上写，恭喜本店今天成功实现营业收入1万块，净利润1000块。地还没有挖完，砖头还没运到，楼更是连个影都没有啊。他只要收了老百姓的预售款，或者说刚拿了个地块，他就敢在账面上大笔一挥，我已经赚到了几百亿。他为什么要造这种惊天动地的假账呢？因为恒大的玩法说白了，它就是吸血，它高速依赖所谓的信用。你利润看起来越高，你的资产看起来越大，那些银行的行长就越敢把国家的钱贷给你，海外的资本就越敢买你的高息债券，那些做水泥做窗帘的供应商就越愿意接受你的白条。许家印就是靠着这套玩法借新钱还旧账，滚雪球似的扩大规模，只要这口锅的盖子比锅多，游戏就能玩下去。但是呢，最可恶的是什么？许家印通过这些虚构的超高利润在公司内部搞巨额分红。根据统计，恒大上市以来累计分红近700亿元，而这700亿里绝大部分被许家印家族给稳稳当当的揣进了自己的腰包。他左手拿着假账本向银行、向股民、向买房的老百姓骗钱，右手拿着所谓的公司分红决议，把这数百亿的真金白银现金合规合法的塞进他家的海外信托口袋里。这就叫把风险留给国家和全社会，把财富留给自己和子孙后代。这种心术简直是烂透了呀，坏到了极点。但是谎言总有破灭的一天。当国家出台3道红线，当房地产市场转向，当资金链终于崩盘的时候，恒大暴露出来的冰山一角直接把全世界都给看傻了。截至2022年底恒大自己公布的年报显示，公司负债的总额达到了2.437万亿元，而资产总额只有1.838万亿元，净资产早就已经是个深不见底的负数呀。更可怕的是账上能用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只剩下可怜巴巴的43.34亿元。这不仅仅是一串冰冷的数字它的背后是成千上万个普通家庭的血泪啊！大家想想看，恒大暴雷之后谁最惨？许家印惨吗？他老婆早跑了，钱早就转出去了。真正惨的是底下这3拨人。第一是全国上百万套恒大烂尾楼的业主，这是最惨的呀。咱们普通人掏空了3代人6个钱包的积蓄，背负着整整30年的房贷，就想在这个城市里有个家。结果呢，买到的却是一堆长满荒草的水泥骨架。你要知道，这个楼烂尾了，银行的房贷你每个月还得照还不误呀。多少年轻的小夫妻一边住着漏水的城中村出租屋，一边还着每个月大几千的房贷，周末跑到工地上，眼睁睁看着自己一辈子的心血在那里风吹日晒的，那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绝望，只有当事人最懂了。还有第二是恒大财富的几十万受害者。你别以为被坑的都是有钱人这里面包含了大量恒大本家的基层员工，什么保洁大妈呀、保安大哥呀、底层的销售员。当年公司强制摊派指标，你不买恒大理财就开除你，许诺你10%几的高额利息。结果呢，多少人把儿子娶媳妇的钱、给老人看病的救命钱全都投了进去。等要暴雷的时候，恒大那帮高管，比如被判刑的杜亮，提前得到了消息，把自己家的钱连本带利全对付套现跑路了，留给其他人的只有一地鸡毛和血本无归还有第三是上游几千家供应商和建筑商，
那做窗帘的、拉水泥的、搞装修的、做消防的、种树的，这些中小企业的老板，拿着恒大开出的一张张几百万、上千万的白条，满心欢喜的以为抱上了大腿，最后恒大一倒，全变成了一堆废纸啊！多少中小企业因为拿不到欠款，资金链断裂，直接倒闭破产。许家印一个人挥金如土啊，住豪宅，坐私人飞机，请购团助兴，最后呢，却让全社会为他的野心和狂妄买单。这就是为什么大家看到他被判无期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同情，甚至还觉得判轻了。那当然呢，这次法院披露的细节里还有一个过去很少完整公开的重磅信息那就是行贿并控制金融机构。许家印和恒大集团通过砸钱行贿等非法手段，实际上控制了一些金融机构，比如当年的盛京银行。控制了银行之后干嘛呢？好家伙啊，把银行直接变成了恒大的私人提款机，违规发放贷款，违法运用保险资金，把数以百计的百姓存款和资金源源不断的套现取出来，供恒大去挥霍。这不仅是坑人这是在挖国家金融安全的墙角性质极其恶劣。那对于这个判决呢，网上也是炸开了锅有人说许家印是进去了，那他那个跑路的前妻丁玉梅呢？海外的钱怎么说呢？这话说的在理，大家放心，国家通报里写的很清楚违法所得继续追缴，责令相关责任方追偿。你以为离个婚把钱转移到海外信托就高枕无忧啦？现在的国际追赃手段多着呢，这笔账国家一定会一笔一笔的算，跑到天涯海角，该吐出来的也得连本带利的吐出来。还有网友说我就是恒大的烂尾楼业主，我就想问问，他被罚了那么多钱，我们的房子怎么办呢？我们的钱还能回来吗？这位网友，你听好了今天这份判决书里有一句话，你一定要圈起来反复看一下：退赔损失优先于罚金刑、没收财产刑的执行。其实意思就是说国家查封扣押追回来的所有许家印的个人财产和恒大的涉案资产，国家不先拿去缴罚款，也不先充公，而是首先用来弥补咱们这些相关受害者的损失，优先用于保交楼，优先退还老百姓的血汗钱。这就是国家的善意，这就是法律的温度国家在严惩这帮金融巨鳄和无良资本家的同时，依法把咱们普通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放在了最高最优先的位置上。你们的房子国家在想办法，你们的钱法律在优先保全。今天回头看许家印这大半生真的让人唏嘘从河南农村吃着地瓜面长大的穷小子，好不容易赶上了国家发展的时代红利，一步步爬到了掌控万亿帝国的地产霸主，再到2017年的中国首富，最后沦为2026年被判无期的阶下囚。他以为自己是翻云覆雨的龙王，其实他不过是时代浪潮里一条贪得无厌的鳄鱼。善恶终有报，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许家印的下场是一个旧时代的终点，更是一声震耳欲聋的警声。好啦，今天就给大家聊到这儿了，我是小懒，咱们下期再见。